鹰枪，他一个唱花旦的，家里为什么会有个兵器架？这个地方之前是云老板的旧戏班，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云老板，上周自杀的那个云飞燕。对，这个就是小唐春，就是他师妹。死者全身出现尸僵反应，死亡时间应该在6小时以上。死者少了一只耳环。另一个耳环在这儿呢。从窗口来看，应该也是红缨枪形成的。如果凶器是同一个，那也就是说，小唐春先杀了他的父亲，然后在杀他父亲的过程当中，两个人发生了争执，把这耳环抢下来了，然后小唐春再自杀。不对，这具尸体只有腿部出现了尸僵反应。根据尸斑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在4小时左右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小唐春至少比他父亲早死了2个小时？嗯。如果是同一把凶器，先杀了小唐春，再杀了他父亲，那凶器应该留在他父亲身上才对。还有，如果是小唐春先死了，那他父亲为什么要揪下他的一只耳环呢？你们闻到了吗？是桂花米糕和小米粥的味道，里面有人在做饭。嗯。干什么呢？别误会，国爷，是我报的。孩子们吃口热乎的，马上就走。是你发现的尸体？啊，听到院子里有唱戏的，想过来要几个同源。你说你是听到唱戏声才进来的？对啊，原以为有不少人看戏呢，想着多要一点。老爷，我一推门，忽然就没声了。你进门之前，唱戏声都在吗？对啊，碰到个自杀的，一个晦气的。等会儿，你根据什么说是自杀呀？你看见了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我进了前，他先把那个老的杀了，然后他又自杀了。关键是这院里也没看见什么人呢，这不是自杀是什么？难道见了鬼了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尸体？大概玉帝，王记馄饨刚出汤。哎，你国爷，要没啥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快，走。肯定还有另一把凶器。不管有没有另一把凶器，小唐春的父亲肯定不是自杀，咱碰上大案子了。死者背部的尸斑是最先形成的，他遇害时应该是躺卧的姿势，他是死后被人故意摆成这样的。那乞丐说他之前听见有人唱戏啊。死人会唱戏，那是不可能的呀。那就是有人装神弄鬼了。这儿吧，把这儿好好的搜查一下，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带回去。是。都跟我来。整个屋子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柜子里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。家里有个大烟柜，就算有值钱的东西，估计也被拿去卖了。这个口质可不便宜，不像是他能买得起的东西。他今天涂的不是这个。你是狗鼻子啊？我奶奶也这么说我。秦法医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。你在哪儿？听得到呀。站住！哎，救命啊！
快！找！混蛋！害死我黑金刚！这是我用红庙香灰养大的，赢了的话，3条命你都不够赔的。红庙香灰，天偏外地人差不多。看到了吗？江北重犯拿辣椒水泡出来的，什么黑金刚？辣椒水啊！跟我玩火烧连营是吧？不说清楚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你想怎么样啊？还卖我假的？什么假的啊？什么假的？还骗到我头上来了？什么假的？说清楚！没想到你腿脚还挺灵活。秦法医，你不也精通象虫吗？像个鬼！上个月刚端了个制甲虫的窝点。死者孟三，69岁，无业游民，常年吸食鸦片，所以他社交的圈子呢都是烟馆的人。另一名死者小唐春，29岁，云商戏班的昆角。据戏班里的人说呀，云老板死了之后，他一直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。他总说能看见云老板的鬼魂。这颗袖扣也找人查了，是手工打造的云母扣。10几年前吧，富人家里边会用这个，后来也就没什么人买了，手艺也就失传了。现场仔细勘察过，没有发现其他凶器。戏班的后墙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正门，应该是有人故意躲在后墙，制造出唱戏的声音，让乞丐以为自己听到的唱戏声就是死者的。宝哥，找人把租界内唱旦角的男人的名字列个单子给我。好，注意保密。好，你跟我走，走，别记了，走。哦。穿防护服，戴手套。这个信包上有个窗口，切口平整，宽度为5厘米，是致密伤，但应该不是红缨枪造成的，应该是一把长约20厘米的单刃刀具。凶手应该是先用匕首杀害了小唐春，再用红缨枪的窗口覆盖了之前的伤口。小唐春的死亡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9点半之间，而他的父亲孟三死亡时间在11点到11点半之间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先是用匕首杀害了小唐春，在小唐春死后2个小时，凶手又用红缨枪杀了孟三，最后再用这把红缨枪对准小唐春的伤口进行了2次伤害，并摆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。现场应该是被人精心处理过，不然不可能没有任何其他血迹。2名死者死亡时间间隔2小时，从最后一名死者的死亡时间开始算起，到我们发现尸体也有2个小时。凶手有足够的时间清理和布置现场。不可能！他说他嘴巴里一直喊着有鬼有鬼的，他的死是不是和这个鬼有关？走，找人问问。给。这什么呀？羊粪。骗你呢，这是胡椒加薄荷，比洋人的嗅盐强。我怎么觉得就是羊粪呢？谢谢老板娘。不客气。哎，你没看见我呀？您还知道来啊？
那不来不是好事吗？这说明太平嘛。这见天来那还了得？说吧，探什么风？得嘞，等着。哎，那水，哎，我和我爹一天都没出门，直到你们来我才知道。那你今天听到有人唱戏了吗？听见了，天天唱。我和老爹坐着听了好一会儿呢。那除了唱戏，就没听到什么别的？好像他在叫一个什么人，他叫他，师哥，好像是。师哥啊，租界会唱戏的爷们名号，我全给你写上了。赵探长，云飞燕的魂儿昨儿在来仙戏院唱戏呢，那写还是不写他呀？放你娘的罗圈屁！那除非棺材板成精。你是听谁说的？有兄弟亲眼看见的。你确定是同一个人唱的吗？2个人，一开始是小唐春，后边隔了好久，又有另一个人唱。你确定？后边那个人比他唱的好多了，有云老板那味儿。云老板，云飞燕。像的，像云老板。这云飞燕是上海出了名的旦角，连着几年都是梨园行的魁首。几天前被人发现，竟然是女儿身。这个新闻把整个上海滩都翻了个底朝天。女扮男装10几年，都没有人发现。要我说啊，这云老板就是生不逢时啊。那过去不让女人登台，一水儿的男旦，可是后来不也有了毛儿戏吗？但又都是女的，直到10几年前，终于放开了，可以男女同台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云老板自杀是因为这则丑闻？听说曝光以后啊，戏迷不但没有追究云老板，反而是到戏院去支持云老板。但是他自己应该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，戏开了，人也自杀在台上。云老板自杀，有没有报案啊？没有，葬礼呢是戏班的人给办的。你不会真以为云老板会死而复生吧？都在这里了。影楼里关于云飞燕的底片都冲洗了一遍。就是这套衣服，白天在弄堂里逃走的人穿的就是这套衣服。你说你白天追的那个人是云飞燕？真是活见鬼了！这上海滩，谁不知道云飞燕死在了戏台上？还是我带人埋的。仅凭这一封遗书，你们就确定他是自杀？台上台下那么多人，谁不知道他是自杀？云老板为什么会被拍到这张照片？他唱堂会、喝花酒，现了原形，怪不着别人。云老板爱惜嗓子，从来烟酒不沾的。胡说些什么呢？拿过来！这晦气的玩意儿，你留着它干什么？命不想要了？把人带走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别吵！我自己走。放手！走！儿媳，咱快走！等等，你知道云老板在哪一家唱的堂会吗？4马路6号。你2位是？我们是云老板的朋友。既然是云老板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们尽管提。我们知道云老板来这儿不是来唱堂会的，所以您不用多虑，可能进去说方便一点。